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连田实博士撰写的《恰到好处的任性》一书。这本书提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观点：通过适当的任性，使人生更加丰富。让我们一起轻松学习本书的精华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：第一，我们将探讨5种能够丰富人生的恰到好处的任性行为。第二，我们将讨论为了保持个性直至人生最后而采取的3种幸福任性行为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第一部分：5种能够丰富人生的恰到好处的任性行为的讲解。我们将一一解析以下5种任性行为：1. 逃离令人不愉快的事情；2. 勇于对他人说不；3. 放弃自我否定；4. 不过度努力；5. 为迎接属于自己的人生终结而选择的恰到好处的任性行为。我们将详细讲解每一种行为，所有内容都是引人入胜的。首先来看第一种行为：逃离令人不愉快的事情。毕竟您的人生您做主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才会带来幸福感。然而，我们有时会过度顾及他人感受，结果反而让自己处境艰难。为了迎合他人，我们可能会压抑自我，甚至牺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见。追求任性的生活，意味着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，即使失败也无悔，因为总有新的道路等着我们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走的是别人为我们选择的道路，我们往往会感到后悔。失败时，我们可能会归咎于他人，即使成功，也可能被视为他人的功劳。这样，我们就无法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，也无法培养对生活至关重要的自尊感。通过追求自己的任性，我们首次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承担起责任。正是这种责任感的背后，我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。活的任性让我们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同时也能避开那些因迎合他人而产生的不适感。如果您觉得某人让您感到不自在，根本就不需要去接近他们。如果您讨厌现在的工作，换个工作就是了。换句话说，任性其实是增加生活选择的一种方式。有人可能会批评说，逃避让人不快的事情并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。但这种批评并不总是正确的。即使有人对您的人生指指点点，只要您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就不会被他人的批评所干扰。实际上，除了家人或信任的朋友之外，您根本不需要听从任何人的意见。有时，即便是这些亲近的人的意见，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，让自己不被他人干扰，这才是在人生这个舞台上作为主角应有的姿态。逃避令人不快的事情，无疑会显著减少您的压力。压力对心理和身体都有不良影响，从精神的抑郁、无力到身体的不适。压力可以带来各种弊端，结果可能会导致全身性炎症，增加动脉硬化、中风甚至癌症等致命疾病的风险。如果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就能避免这些痛苦的疾病，活得更加充实和幸福。但是，作为社会的一员，我们不能因为任性而给他人带来麻烦。适度、恰到好处的任性，不给他人造成困扰的任性，才是最为关键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讨论第2个能够丰富人生的恰到好处的任性行为：勇于对他人说不。虽然我们都听说过要逃离不愉快的事情，但有时候能够勇敢地说出“不”这个词，比想象中需要更多的勇气。许多人都不擅长拒绝他人，即使不愿意参加某个聚会，也往往因为难以拒绝而最终出席。当然，勉强参加聚会，有时也可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，带来新的机遇。但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的直觉是正确的，因为无法说出不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，最后一无所获。想必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作者还提到，勇敢地说不往往能带来好的结果，因为这不仅仅是坚持己见，更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表现。当您拒绝参加聚会时，您对自己获得的自由时间负有责任。如果不好好利用这段时间，那么拒绝参加聚会的意义也就当然无存了，对邀请您的人也是不公平的。因此，试着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考虑：当我说不时，我就与那个人形成了一种债务，然后提醒自己一定要还债。
如果只是为了坚持己见而一味说不，那么您只会变成一个麻烦的任性之人。这样做的后果是，他人会逐渐疏远您，您可能再也不会被邀请参加任何事情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作者建议把对不起的心情以债务的形式表达出来。这样做很有帮助，仅仅是有意识的想要偿还这个债务，这种心意也会传达给对方。如果能够将这种意识培养成习惯，那么恰到好处的任性的生活方式就会显现出来。您会在坚持自我的同时，不会与社会脱钩，反而会获得更多的支持。他人会理解您为何说不，并给您机会偿还债务。最终，真正关心您人生的人将成为您一生中的伴侣。记住，说不也可能是开启新世界的关键。相对于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第3个能够丰富人生的恰到好处的任性行为：放弃自我否定。与说不并坚持自己的立场相反，如果我们不断地说是而不拒绝不愉快的事情，那么自我否定感会不断增加。如果我们过度考虑他人的需求，那么我们将无法真正地过上自我满足的生活。任性需要强烈的主体性，对他人说是，即使内心反感这种行为，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，最终导致自我否定。被自我否定感支配的人，往往不会自己做决定，而是将判断权交给他人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标准变成了顾及他人的感受，以及尽可能不让自己被人厌恶。换句话说，这等同于对他人的依赖。依赖他人意味着即使出现问题，也可以说不是自己的责任。然而，这种主体性的放弃，最终会否定任性的价值，而否定任性就是否定自己，无法真正珍视自己。相反，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即所谓的任性，实际上是珍视自己的表现。任性是主体性的体现，是提升自我肯定感的一种方式。毕竟，人生归自己所有，只有优先考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才能看到更多未曾发现的东西。任性的生活能提升自我肯定感，让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变得清晰可见。但前提是不能侵犯他人的重要领域，保持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是重要的，同时也要遵守作为人的最基本规则，保护自己的主体性，同时尊重他人的主体性。因为就像您的人生充满任性一样，他人的人生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任性。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我们需要巧妙地平衡自己的想法和他人的想法。为了培养这种平衡感，重要的是不要期待能与他人完全理解对方。确实有些人很容易就能理解彼此，但作者指出，由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，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理解。我们甚至对自己都不完全了解，更不用说是父母、恋人之间了。即使是非常投缘的人，观点不同也是很正常的。因此，重要的是接受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他人这一事实，并通过多多沟通来寻求理解，就能使所有人际关系变得更加顺畅。这样，一定程度的任性就会被接受。因为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对方，所以在坚持自己的同时，不要忘记对他人的关心是至关重要的。接下来第4个能够丰富人生的恰到好处的任性行为：不过度努力。即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，能够使人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的人也只是少数。特别是对于那些认真且追求完美的人来说，当付出的努力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时，他们感受到的打击可能会非常巨大。因此，为什么不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呢？一种意识到人生有起有落，不必过度努力的生活方式。决定不再过分期望，不再过分努力，选择不过度努力，意味着从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抽身而出，不再勉强自己，不积累过多的压力。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下，不断与他人比较的人，会持续承受巨大的压力。这种长期的压力绝对会损害您的容貌和健康，使您的外观大幅下降。本书作者强调，不过度努力并不意味着懒惰，不过度努力的生活方式是在面对困难时能够放松一下。我们努力是因为有想要成功并获得某些东西的欲望，然而欲望是无穷无尽的，
即使成功了，我们也会追求更大的成功，继续努力，然后再次感到痛苦。所以，当欲望涌现时，为什么不尝试放松力量呢？这样欲望就会消失，不必过度努力，痛苦和苦难也会随之消失。如果总是处于必须努力的心态下，迟早会到达极限，导致动力缺失，最终无法持续下去。这可能会引起健康问题和注意力下降，即使努力了，也感觉不到满足，进而陷入消极思维。为了避免这种消极思维，最重要的是不要对自己的人生抱有过高的期望，不要过度努力，在必要时候全力以赴，但在不需要时也能放松。这样的态度可以让你感觉更加轻松，更加珍视自己。这样一来，您的自尊心将会迅速提高。当然，选择不过度努力是需要勇气的，尤其对那些一直以来都非常认真的生活的人来说，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。但正因如此，当您选择不再过度努力时，记得奖励自己。即便如此，选择不再过度努力，并不意味着您需要放弃人生中所有的目标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些事情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完成的，而有些事情虽然现在做不到，但最终是可以实现的。对于那些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并选择不再努力；而对于那些最终可以实现的事情，保持不放弃的态度是重要的。努力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，努力的结果是成长，尽管会伴随一些困难，但坚持不懈的努力能带来成就感。然而，也有人因为过度努力而身体垮掉，甚至有的人因此患上抑郁症，或因过劳而病倒。为了幸福而努力，却因为努力而变得不幸，这本就是本末倒置。因此，平衡努力与不努力变得极其重要。有时，即使在应该努力的事情上，也要适时休息，灵活的应对，这是极其重要的态度。并不是说盲目的做任何事情都是好的，我们应该更加聪明的努力。在生活中，心理上的稳定和满足感是至关重要的。因此，无论是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，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生活的满意度。根据生活的不同阶段、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，适当的选择努力或不努力。接下来最后一个，为了迎接属于自己的人生终结而选择的恰到好处的任性行为。任性在这里意味着活出真实的自我。年轻时，我们可能认为只顾自己的欲望就是任性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任性的定义也逐渐发生变化。在人生的后半段，如何活出真实的自己，可能成为任性的真正含义。剩余的时间变得宝贵，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涉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年长，越需要活出自己的任性性。正如作者所言，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要任性，长大后的我们脑海中已经深植这样的观念，但小时候的任性往往等同于任性，年长后的任性却不同，它不应被视为任性。我们完全有权按自己的意愿生活，这即是真正的自由，不是由他人给予，而是基于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行事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需要建立自己的意愿和判断标准，能够基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行动。自由地任性的生活的关键，在于坚定地拥有自我，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同样重要。只有当我们能够接受他人的自由生活方式时，我们自己才能真正任性的生活。因此，是时候与儿时被告知的不要任性的说法告别，反而应鼓励大家积极地表达自己的需要。通过认可他人的任性，我们也能够对自己的需要给予允许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自己把握自由，真正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此外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我们的任性有时甚至能成为他人的帮助。既然我们都会经历生命的终结，那么不如以一种真实而任性的方式结束这段旅程。您是否曾经考虑过自己希望以怎样的方式迎接生命的最后时刻？当那一刻真正到来时，不仅是自己，家人的情绪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，特别是关于在哪里度过最后时刻、如何处理延续生命的治疗等决策，都不是能够轻易做出的选择。因此，正如作者所言，
从生前就应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。这不仅可以让家人的心情变得轻松，也能让自己的选择成为丰富他人生命的力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勇于表达自己的韧性愈发重要。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，讨论如何通过3种幸福的韧性来保持自我，直至生命的最后。这3种幸福的韧性包括：一、为了不妥协自己的价值观而设立的温和的个人规则；二、为了提高幸福感而放弃自我否定的习惯；三、为了避免与他人冲突而巧妙地表达自己的需求。首先，为了坚持自我，直至人生的尽头，建立不屈服于外界压力的个人规则至关重要。这些规则基于您的幸福感及对何时感到幸福，这是我们设定个人标准的基础。确定自己何时感到幸福却是一件困难的事，这与我们如何解读事物和事件的价值观有关。为了强化这些价值观，本书建议设立4个个人规则。这些规则并不复杂，而是为了自我关爱而设立的温和规则。第一个规则是不对自己过于苛责，即使在人生旅程中犯错，也不应自责为愚蠢。自责会使您失去自信，进而容易再次犯错。犯错意味着您在尝试挑战困难的事情。当您失败时，应该赞美自己的勇气，这会提高自我肯定感，让您确信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确的。第二个重要的规则是明确拒绝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，即使担心拒绝后的后果。很多人也会犹豫不决，但这种优柔寡断不仅会动摇您的立场，对他人也是一种不尊重。纠结于拒绝的理由，并不会有好结果。因此，对于那些让您感到不愉快的事情，直截了当的拒绝是非常重要的。通过这样的生活态度，您可以在尊重自己的同时，也尊重他人的自由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最终实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方式。个人规则的第3条是，即使在艰难的情况中，也要寻找幸福的种子。您感受到的幸福程度取决于您对生活的态度。有些人从工作中寻找幸福，有些人则在家庭生活中找到幸福。然而，无论对什么感到幸福，这种感觉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增加的。即使是那些讨厌工作的人，也应该努力在工作中寻找，即便是一点点的乐趣。如果能够回想起工作生涯中的任何一件好事，就能够放大那份正面的感觉，即使在困难的时刻也能找到幸福感。我们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充满幸福。为了建立价值标准的最后一个个人规则是自由地发挥想象力，让自己放松，只要是在脑海中，任何幻想都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。有时候甚至可以让自己沉浸在那些不敢告诉别人的幻想中。如果这些幻想能让您感到幸福，那么您就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本书的作者认为，自我肯定感是幸福的关键，并鼓励大家遵守这4条规则来培养它。这4条规则的关键在于，它们都是个人独立完成的活动。无论是否有人在场，您都可以任意幻想，也可以选择不对自己过于苛责，这全凭您自己的意志。希望您能意识到这一点，不被他人左右，提升自己的自我肯定感。接下来将介绍如何通过放弃自我否定的习惯来提高幸福感，进一步探索为了保持自我直至人生尽头而采取的行动。本书提出了4种日常习惯，可以帮助提高自我认同感和幸福感。一、明确自己的不自信之处，首先要明了自己缺乏自信的具体领域。这一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将这些内容写在纸上。您需要弄清楚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的自我否定感？为何觉得自己缺乏自信？哪些方面缺乏自信？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，通过这种方式，您可以客观地审视那些模糊的不安，这非常重要。二、以第三者的视角给自己提建议。有时即使将问题写在纸上，依然无法消除自我否定感。对于这类问题，尝试从第三者的角度给自己提建议。假设一个亲近的朋友面临与您相同的困扰，你会给他怎样的建议？这样做可以让您从更客观的角度看待问题，并找到解决方案。三、用名字赞美自己。每日的习惯之3是用自己的名字赞美自己。例如，完成了一项任务后，
用名字称呼自己并说太棒了，我们的大脑很简单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就仿佛从别人那里获得了赞美，这能够有效提升自我认同感。4. 活出自己的韧性，最后活出合理的韧性。通过坚持自己的意愿，您所积累的人生经验将会成为您的自信来源。这4项习惯的关键在于，它们都是个人可以单独完成的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您都可以实践这些习惯来提高自我认同感。希望通过这些建议，您能够提升自己的自我认同感，勇敢地活出自我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最后一个主题，即为了最后能够真正地活出自己而讲述的关于幸福的韧性理论。这个理论涉及到如何巧妙地表达自己的韧性，以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。在追求自我满足的过程中，与他人发生冲突往往是最大的障碍。当我们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时，往往会导致对他人的不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最后，让我来和大家讨论一下。本书的作者提到，为了能够巧妙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，我们应该真诚地倾听他人的话，但并不一定要完全遵从。当我们听别人说话时，应该真诚地倾听，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的礼仪，但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对方的指示行动。只要我们认真倾听别人的话，并且能够接受，那么我们可以按照指示行动。但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内心，不得不顺从对方的话，那么就会失去自己人生的主体性。有时候这会成为压力，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。因此，在认真倾听对方的话后，当我们遇到不能妥协的情况时，重要的是善于请求对方能否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，并且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。更重要的是在评价对方的想法的基础上进行讨论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甚至可以让对方接受我们的观点。拒绝并不一定意味着说不，而是为了增加支持我们的人。同样，在人生中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，特别是在工作等方面，我们不得不听从上司的指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尝试请求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的机会，即使只有3次中的1次。如果我们的想法能够实现，那么我们的自我肯定感就会提升。这本身就是一种说服他人的力量。当然，我们应该虚心倾听他人的意见，但并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的指示而牺牲自己的意愿和感受，因为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，这没有任何好处。虽然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，但只要有1/3的事情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，那么我们的自我肯定感就会得到提升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